歡迎來到深夜故事屋，我是香菜。我喜歡聽故事，也愛說故事，希望我說的故事你也喜歡。如果說失智症是當代最可怕的不治之症之一，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吧？這種病不會立即致死，卻會讓人像變成另一個人，個性可能會變，記憶會漸漸消失，直到忘記所有的事情。目前還沒有藥可以治癒，一旦被診斷出失智症，家人就要有長期面對的打算，承受家人漸漸離去的悲痛。相信家中有失智症患者的朋友，一定會深刻地感受到這整個的過程是多麼的折磨和不捨。不過今天的故事，香菜不是用科學的角度來看失智症，而是腦洞一下，從我們未知的失智症患者的世界來看這件事。回家，女兒叫思瑜，今年49歲。他回老家來住已經2年，爸爸還在的時候，思瑜和伴侶在老家旁的城市新規劃區買了一間社區大樓2房小坪數的房子，離老家不遠，彼此也有個照應。7年前，媽媽才剛退休不久，和爸爸2個人本來想開始遊山玩水，享受人生，但爸爸卻驟然去世。思瑜怕媽媽孤單，每周週末會回家看媽媽，或是帶媽媽去郊外走走。不過平日媽媽會到附近的公園和鄰居的婆婆媽媽們聊天，不然就是搭捷運到機構去做志工，日子還算充實。思瑜曾建議媽媽賣掉老家的房子搬去和她住，但媽媽說老家住慣了，市場、商店、診所什麼的都很方便，附近的老鄰居也都認識多年，彼此常串門子也不會無聊，反正思瑜也住不遠，搭捷運幾站就到了，有什麼事聯絡一下就好。思瑜和伴侶同住，媽媽雖然支持，但如果說要跟他們住，媽媽還是會覺得打擾到思瑜他們，而且自己一個人住也自在多了。媽媽今年74歲，2年前被診斷失智症。思瑜一開始只是覺得媽媽年紀大了，忘記一些瑣事很正常，不是有時候把思瑜叫成姐姐的名字，或是忘記星期幾這些小事。直到有一次，她在上班時間接到警察打來的電話。到警察局以後，見媽媽一臉慌張，看到思瑜便很開心，想馬上離開警察局。警察說是計程車司機載媽媽來的，媽媽在路口招了計程車，說是要去某某大學，說是女兒在那裡上學，要去接她一起吃飯。路上又改口說要去某某公司，說是先生在那裡上班，東西忘記拿了，要他送去。但一問公司在哪裡，媽媽又說不上來。計程車司機覺得怪怪的，就問媽媽家裡的地址。媽媽還很生氣地說：“那個司機問那麼多要幹什麼？”司機想一想，還是再去警察局讓警察處理好了，車錢就算了，當他今天日行一善。警察問思瑜：“之前發生過這種事嗎？”思瑜說：“這是第一次，之前有忘記過一些小事，但都不礙事。”警察勸思瑜可能要帶媽媽去做檢查，看是否有失智症的情況，不然這樣子很危險。剛開始那幾個月，思瑜花很多的時間糾正母親的錯誤記憶。媽，我是思瑜，不是小芬。小芬是思瑜的姐姐，住在美國，每年過年全家會回來。媽，我們晚餐吃過了，不要再煮了。她試着用邏輯、照片、熟悉的聲音、舊衣服等等來拼湊母親的記憶。可是媽媽的記憶就像一面不斷被海水沖刷的牆，總是這裡修好了，那裡又被衝破了。有一天，他放棄了糾正，他學會順着母親的話說下去，學會從她混亂的話語裡找出那些仍然溫暖的碎片。思瑜的媽媽叫林素梅，退休之前她是國小校長，桃李滿天下，得過師鐸獎，是師生眼中的好校長、好老師。對2個女兒的教育，素梅自然也是毫不馬虎。從小姐妹2個學業就名列前茅，才藝也不差。姐妹分別學鋼琴和大提琴，自小就是各項音樂比賽的常勝軍。姐姐小芬高3時更是申請到美國有名的常春藤大學，之後便在美國就業、結婚、生子。思瑜也很優秀，在國內的頂大研究所畢業後，就在上市上櫃的公司做行銷企劃，做到了中階主管的位置。孩子還小的時候，素梅和丈夫2個人會彼此支援，輪流陪伴孩子，也輪流做家務，夫妻感情很好，也像是默契極佳的戰友。素梅常笑着跟同事說：“我這個校長的位置有一半是我老公的。”由此可看出丈夫對她的重要性。年輕時忙着工作和照顧孩子，退休後時間突然變多了，早上不用再去學校門口迎接學生，行程表上滿滿的事情就停留在退休那天。她開始和丈夫2個人去爬山、騎自行車，慢慢享受美食，出國旅遊，日子過得相當 chill。
然而好景不長，就在一次爬山過程中，丈夫突然倒地，心肌梗塞，送醫後不久還是走了。剛開始素梅還是會準備2人份的早餐，也會在廚房裡向外大喊着：老公，過來幫我開一下罐頭。然而靜悄悄沒有人回應的房子，卻又讓素梅陷入更深的安靜中。之後素梅開始去機構做志工，也和左鄰右舍的婆婆媽媽們聊在一起。他們有的是原本就是家庭主婦，有的也和素梅一樣是退休人士。對於人生走到中老年，女人能聊的話題太多了。而素梅本來就是醫人，經營人際關係這件事對她來說一點也不難，所以不久之後素梅也就走出來了。覺得自己開始不對勁，是在一次要去機構的路上，素梅出了捷運站，突然覺得眼前的環境很陌生，自己像是到了完全沒去過的地方。她有點緊張，便拿起手機查了地圖。沒錯啊，就是這個出口啊。可能昨天沒睡好，頭腦昏了。順着手機地圖，素梅最後還是順利到了機構。這件事她沒跟任何人說。有一天一大早起床後，素梅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事，趕緊梳妝打扮，打開衣櫃，換上自己最愛的 Tiffany 綠色套裝，往小學走去。一路上，素梅看着要去上學的學生，和藹地笑着說：慢慢走啊，不要跌倒啦。學生看着素梅，他們不認識這位老者，於是加快腳步繼續向前。到了學校門口，素梅看到了以前的工作夥伴，他是現任的校長。素梅熱情地向他打招呼：祥威早啊，你也到校门口啊。祥威雖然愣了一下，但由於素梅是前任校長，也是自己的前輩，於是他馬上熱情地招呼素梅：素梅校長早啊，好久不見，我們一起去辦公室，我泡茶給您喝。素梅跟着祥威進了校長室，她原本想徑直地往辦公桌的方向走去，但看到桌上校長王祥威的桌牌，她停住腳步，尷尬地對祥威說：不好意思打擾了。他們聊以前學校的事情，素梅如何輔導祥威成功考上校長，還有不久前素梅喪夫等等。但素梅不敢告訴祥威的是，原本她要來學校上班的，自己怎麼會這麼糊塗？已經退休好幾年了，還以為在上班。這天以後，她辭去了機構的志工，開始變得不太愛出門。思雨每周過來的時候，因為和素梅聊的時間不是很久，加上素梅本來就是很能聊的人，因此思雨幾乎沒有發現素梅的異樣。只是有一次，他和素梅在家吃飯時，思雨要去冰箱拿醬油，意外地發現冰箱的東西多到離譜。以前媽媽都會把冰箱整理得很整齊，東西也不多，但那次思雨發現有一些重複的醬料都已開封，一些食物都放到發霉。媽，你要整理一下冰箱啦，好多東西都壞了，吃了對身體不好。還有媽，為什麼醬油同時開2瓶啊？素梅不好意思的回應：就忘記冰箱有1瓶啊，到超市想說醬油沒有了，就又買了1瓶。好了啦，你回去做好，我待會再來整理。再後來就是警察局打來的電話了。素梅的世界像一場深海潛水，有時浮出水面，有時又沉下去。一開始，素梅發現自己在一個和原來的世界很像的另一個世界，那裡的風很輕，空氣中帶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香味，也不知道是從哪裡傳來的輕輕樂音，像鳥鳴，像吟唱歌聲。素梅會靜靜地欣賞這樣的世界，一直到耳邊突然傳來大聲的說話聲。她定神一看，原來是思雨，剛剛的景象消失了，自己竟然在警察局。素梅想跟思雨分享剛才體驗的景致，但看到思雨緊張的神情，素梅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為什麼警察說我罵計程車司機？我去的那個美麗的地方是哪裡？如果剛剛我不在這裡，那剛剛是誰在這裡？一連串的疑問讓素梅一時之間無法理清頭緒。這天，素梅又在美麗的世界裡漫遊，她看到一名氣質很好的女士，身穿輕柔的淺水藍色連身及地長裙，烏黑的頭髮自然垂下。女士走向素梅，對她說：素梅，歡迎來到置換世界，在這裡你可以放下自己辛勞的一生，好好休養。素梅疑惑地問女士：我現在在這裡，那另外一個世界的我怎麼辦？女士微笑地回答：在你原本的世界，有臨時置換員會替代你，但因為置換員的工作量有點大，所以他們的表現不是很好，有時候會出一些狀況。在你們的世界，你的情形叫做失智症。原來如此。素梅還想發問，但女士繼續說着：隨着你的意識在這裡的時間越來越長，你的身體會漸漸地失去功能，而且你無法說出自己在這裡的事情，這是規定。但是我並沒有自己決定來這裡啊，這是誰決定的？
而且我不在的時候，致幻員真的搞了很多事。現在我得了失智症，那我女兒怎麼辦？女士淡定地回答，來這裡的確不是你的決定，是自然法則挑中的。以人類目前的理解程度，還無法明白這個法則的挑選機制。我只能說，在這裡你可以很安心，你的意識能量也可以獲得補充。不過在你的世界，你可能要抓緊時間跟家人告別，因為致幻員只負責暫時維持身體的功能，不急速退化，不負責你的人際關係。有一晚，思雨幫素梅洗完澡，幫她擦乾頭髮，換好衣服，像過去素梅為她做的那樣。媽，我小時候你也是這樣幫我洗澡的吧？素梅沒有回答，只是看着她，微笑地點了點頭。思雨輕聲地說，你可能不記得了，可是我一直都記得。她突然想起小時候感冒發燒，媽媽整夜坐在床邊，用冰毛巾敷着她的額頭。那時候她一睜開眼就看得到媽媽的臉，而現在媽媽睜開眼看到的是她。她忍不住紅了眼眶，就又故作輕鬆地笑了。這樣應該也算是報恩吧。看着思雨，素梅想安慰她，拉着她的手說，你不用擔心我，我一直都很幸福。但這些話總卡在喉嚨裡，她開不了口，也寫不下字，只能一直看着他。素梅沒有說話，只是緩慢地抬起手，摸了摸他的臉，那是一種柔軟但堅定的觸碰。素梅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不靈光了，她不想讓思雨擔心，她必須抓緊機會，在自己還能控制這個身體的時候，想找個方式告訴她，媽媽還在，只是沒辦法用一般的方式告別。一天下午，陽光斜斜地灑在客廳地板上，思雨在整理老照片，母親坐在沙發一角，眼神發呆。突然，她站起來，走得有點不穩，走到書櫃前，伸手摸了一本舊舊的相簿。素梅翻到其中一頁，停下來，然後像個天真的孩子一樣笑了。那張照片是思雨7歲那年拍的，背景是學校的操場，思雨抱着一隻兔子布偶。當時有一段時間，思雨常常做噩夢。素梅親手縫了一隻兔子布偶送給思雨，對她說，兔子會記得你的夢，帶你回家。思雨當時把那隻兔子放在床上陪着她睡覺，這樣她就不怕做噩夢了。素梅盯着照片，突然輕聲地說了一句，回家。那句話說得很慢，很不清楚，但思雨聽懂了。她猛地抬起頭看着素梅，眼眶熱了。那是一句他們兩人之間的秘密語言，只有她和媽媽知道。那隻兔子現在還在家裡。思雨將兔子放到媽媽的床上。晚上，思雨在素梅的床邊坐了很久。素梅睡得很熟，呼吸平穩，嘴角微微翹起，像是非常滿足地待在某個地方。思雨摸了摸她的手，輕聲地說，媽，我知道你還在，現在這隻兔子會帶你回家。窗外的風輕輕地吹過，月光像是為這一夜特別鋪下的溫柔。思雨微笑地補了一句，媽，謝謝你。故事結束。這不是一個遺憾的故事，這是一路無聲的陪伴，一份不需言語的愛，送給家中有長輩的朋友。如果長輩們很健康，那恭喜你們；如果他們生病了，也祝福他們安康。無論如何，長輩還在，那你們就都還有機會表達對他們的愛，愛要及時，真的。謝謝大家收看這集的故事。如果喜歡我說的故事，歡迎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並分享給同樣愛聽故事的朋友們。另外，如果有想聽的題材，或是有自己親身的人生故事想分享，歡迎寫信給我。我整理過後會在這裡分享給大家。深夜故事屋，我們下次見。